他们为什么积极宣传向雷锋学习？如果每个人都是雷锋，那么对谁最有利？为什么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是西方人完成的？为什么西方文化孕育出 SpaceX 和马斯克，而中国文化下盛行的所谓共和国长子等等？为什么中国人的人格不是全面盛开的？中国式的专制主义本质是什么？中国文化既然将一人设计成为身，二人之间才有心，因此在文化表层结构上，代表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就将这个心当作是天理，并且认为一人之心必须受渠道化的二人关系去定义、去制约、去加以中和，否则就会变成私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不顾人意的利我身的行径。用传统中国哲学的词汇来说，个体的私心也被称为人欲，因此就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能够完全去除人欲而符合天理的，就能去体现道心。于是人心就成为了一个战场，它可以灭人欲而体现道心，也可以为人欲所障碍而留为私心。既然中国式的天理其实只是二人之间的人理，因此像存天理灭人欲这样的理念化，其实是反映了日常生活中任何一身都必须由双方之心去制约的做人方式。中国文化二人逻辑的内在结构决定了，只有在任何一端都做到灭人欲，才能成全这个二人之间的人。敢不敢让自己很有吸引力，有时成为测量自我意义之强弱，甚至是有无的标准。因此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大大不同于其他文化中的超越意象。在中国文化里，个体的自我超越并不是去达到一个比世俗更高的原则，而是超越一己私心，去符合人伦的、社群的、集体的、公共的心。这个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用现在的文化表层结构术语来说，就变成了个体必须做到雷锋一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否则就很容易沦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中国人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只有在二人之心互相有到彼此身上时才出现的。如果这个二人关系是君主与臣子、国家与个人、集体与个体的话，中国人甚至还可以成人，也就是牺牲掉自己，成全二人关系中的对方的意思。这就是他们宣传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文化源头。我常常想，这样的一套思想观念植入到中国人的心底，成为自动运行的思想深层的源代码，从而嵌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层面，一遍遍地在自我毫无察觉地运行着。这对谁有利，又对谁有害呢？比如他们积极对你教育和宣传，说纵欲伤身，洁身自好，表面上是为你好，实际上他们自己却三宫六院七十二非，自己妻妾成群。这也就是历代统治者为什么都喜欢弘扬所谓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因之一吧。心对身的照顾是最基本的原型。事实上，中国人对别人的关怀也是多以对方的身为对象的。中国人的身是必须恒常地处于人情磁力场中的温暖包围之中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单薄的个体常常需要受到别人有心的关怀与照顾，这种相互照顾也总是以对方的身体化需要为主要内容。比如请客吃饭时夹菜给对方吃以表示心意，送礼在物质方面帮助别人等等，都是对别人具体的身的直接照顾。中国人心的照顾对象既然是对方的身，因此有心的人总是给人一种体贴的感觉。中国人的这种二人关系却往往被用来鉴定是不是自己人的标准。中国人的身必须具体地感觉到对方的心意有到自己身上时，才会觉得对方是自己人，而自己才需要在对方面前做人。即使是公事往来，也必须先拉交情，在确立了是自己人之后才好去进行。即使是两个国营企业之间，如果要做生意的话，也必须先请客吃饭送礼，才容易成交。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照顾是应该的，不过中国人却将这种人情的因素也带入了法治的范围中，而且中国人彼此表达心意的对象又是以对方的身体化的需要为主要内容，因此就总是少了现实的实物。也就是说，中国人很现实。中国人这种心对身的照顾始自家庭，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相互表达心意的方式就是轮流喂养对方，也就是哺育与反哺。在世界上任何社会的家庭关系中，总少不了照顾身体的因素。不过如果只把个体当作是一个身的话，那么养育与照顾身体就成为家庭关系中的主要内容。如果认为个体除了身之外还有一个自我原则的话，
那么除了照顾其身体之外，还会注重培养其个性。中国人是倾向于只照顾身体的，而西方文化则是除了照顾身体，还培养孩子的个性。中国人对子女只养身体，目的是养儿防老，而子女孝敬父母去表达心意的方式也总是少不了现实的食物，如金钱等。中国人对子女的教育大多仅仅是在教育，而不是培养其个性，只是教育子女做好人，也就是处处以对方为重地去维持二人关系。事实上，也只有在这种由二人去定义一人的安排下，才会出现中国式的孝敬。而西方文明，尤其是在新教文化下的西方人，除了养育子女的肉体之外，还注重子女个性的发展。比如，很早就开始让他们单独睡，以便培养他们的独立性，而其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在成长以后就分离出去。在这种情形下，下一代成长以后，对上一代顶多做到建立在人格平等之上的好感，而从无孝敬之举。上一代也这样认为，收取下一代的金钱是有损自己的骄傲和尊严的。中国人一代对一代的教养，既然是只养其肉体，教其不要有个性，因此在中国人身上，人就总不可能全面盛开。事实上，只有在照顾对象是儿童时，才会完全偏重身体方面的养。因为在儿童身上，自我意识还没有全面成长，对他的照顾除了要用食物填饱他，对他进补以外，就唯有要求他多睡、早睡，以及不要做损坏身体的事。中国人的上一代对成年了的下一代仍然不断地填充食物，其效果就是将每一代的中国人就组织在人格成长的早期阶段上。如果永远地将一个人只当作是一具身体去加以照顾，那么就会阻碍他的灵魂萌芽与生长。然而，灵魂的成长是没有人可以代劳的，必须由本人以自我组织的方式去展现。如果将任何照顾都身体化，就根本不能顾及个人与众不同的需求。西方人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强调保重身体，也常常倾向于做出一些会危及身体的冒险患难的事儿，体格反而搞得比中国人更好。事实上，他们发展体格与他们的冒险患难相似，都是整个个人发展的一部分。所以环球航海地理大发现是西方人做出的，所以马斯克的 SpaceX 能历经失败而成长为未来探索火星的公司，都是有文化因子在深层结构中发挥作用。还有令中国人不解的是，西方人对下一代的教养是预备他们与自己分裂的步骤，也就是造成他们对自己不孝敬的前奏。整个西方文化对人的设计就是这样。西方文化的底层源代码既然注重培养有个性的独立的人格，因此如果制造出依赖二人关系的人，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失败，也会被认为是上一代的自私。西方人并不认为子女是自己的财产，他们只是上帝暂时寄托在我们这里的。在中国文化中，每一代对下一代的养，除了养儿防老的投资之外，也同时是控制下一代人格的手段。在传统时代，如果下一代不受教而是独立行动的话，上一代就会用到养字诀的杀手锏，向下一代抛出这样的问题：是谁将你养育成人的？以此来制造下一代对上一代的亏欠感，从而控制下一代。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就像自己养的一群羊不能轻易走失掉一样。明白了中国人心照顾身的逻辑，就可以了解中国式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可以进一步了解具有亲民基础的专制主义之本质。对广大群众来说，讲抽象的革命道理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事物，只有在具体地向他们表达心意，才能发动了中国人以心换心的机制，从而达到人心归向的效果。这种效果是由中国人的底层源代码中的仁者二人也的设计所决定的。在中国式的新的文化中，在前提上就先天地决定了仁者无敌。中国人的做人并非一定只矫揉造作的意思，因为中国人是不注重个体的，因此不像西方人那样强调 to be 一个人，而是必须在二人之间才能做得了一个人。中国人各自为政的身是必须有新的媒介串联起来的，因此中国人如果心死，就会出现一盘散沙的状态。接着这样的逻辑，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也必须有亲民式的专制主义组织起来。传销组织常常从亲人、朋友、熟人等渠道侵入，然后在人情磁力场的作用下，逐渐令对方丧失掉思想判断与意志，从而不但交心，也交出了自己的利益。
中国人不习惯于冷冰冰的法权关系，他们必须连政治也感情化，因此不是交心就是离心，也体现了低级的原始思维特征，一元化的集权思维和二元化的非黑即白的思维。要求老百姓交心，也就是要求他们受教的意思。的确，传统的亲民理想除了使老百姓皆有所养之外，还要求他们施教化，这也是家庭中亲子关系的演绎与放大。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子女就必须听话，也就是受教。如果不受教，父母就可以对那个由自己养育的身施以体罚。所以，中国人连国也称为国家，因此亲子关系的原理也应用在政府对老百姓的二人关系中。历史上的中国政府，其功能主要集中在礼乐行政这四项。礼乐之目的就是促进社会的和性，使老百姓驯良，也就是防患于未然。当礼乐不能起作用时，如果老百姓出现越轨行为，就触动到刑政。中国人的刑，杀头自然不用说，其他的种类也牵涉到皮肉之苦，甚至肢体的伤残，所谓外辱内法。而在西方文化里，司法部则被称为正义部 Ministry of Justice， 中国人则称之为刑部，因此司法就倾向于称为私刑。私刑的主要目的在于惩罚，而不是为了一个抽象的正义原则。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发展出抽象的正义、法治、权力制衡等现代文明的原则，这也是太过感性的中国文化的悲哀之处。